线材选用8股的手编线，以及4.0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编起针，第一步钩织包底的部分。起针完成，编织20个辫子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上挑外侧的一根线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在接下来的每一个锁针上，各编织一个引拔针，一共19个针目。第一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。在第一个针目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钩织一个短针，对应第一排的针数，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一共钩织19个短针。第2排结束，第3排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。在第2排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在第一排挑剩余的前半针，钩织一个短针。第2针同样在同一侧挑平行的2根线，钩织一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19个短针。第3排结束，第4排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与第3排的钩法相同，在同一侧挑平行的2根线，钩织一个短针。我们利用短针的双面钩织，可以增加织片的厚度和硬度，使包底更加结实。第4排到第20排针数不变，各编织19个短针。第20排结束，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钩织包身的部分，在织片的整个边缘钩织一圈长针。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，在同一侧挑整个针目以及前一排剩余的前半针，钩织一个长针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19个长针。第19针结束，在织物的侧面按顺序钩织11个长针。第11针结束，剩余的后半部分对应前面的针数，再钩织30个长针。第1圈长针完成之后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圈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第1圈的每一个长针，一共钩织60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，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长针，在第2个短针下方对应的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。在第3个短针上编织一个长针，在第4个短针下方对应的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一个长针一个外钩长针的顺序循环30组花样。第3圈结束，最后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4圈首先锁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第3圈的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60个短针。第4圈结束，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
第5圈首先锁2针翻转织物，在第一个短针下方对应的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，在第2个短针上编织一个长针，在第3个短针下方对应的长针上编织一个外钩长针，在第4个短针上编织一个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一个外钩长针、一个长针的顺序循环30组花样。第5圈结束，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我们按照前面这4圈的顺序循环编织，钩到第17圈即可。包身的高度可以自行调整。第17圈结束，最后一排在边缘钩织1圈引拔针，对应第17圈的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60个引拔针。第18圈结束，这样完成包身的下半部分。接下来我们钩织束口的部分。第1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17圈的针目上调2根线，编织一个短针，对应第17圈的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60个短针。后面第2圈到第8圈针数不变，各编织60个短针。第8圈结束，第9圈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1个针目上挑前半针的1根线，钩织一个长针，对应每一个针目挑前半针的1根线，一共钩织60个长针。第9圈结束，最后在第1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在第8圈剩余的后半针上继续钩织长针，与第9圈的长针形成一个中空的管道，方便后面的绳子穿过。第10圈结束，最后在第1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同时挑起2层长针的针目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第11圈首先锁1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，同时挑起2个长针的整个针目，利用短针将顶部合并起来，一共钩织60个短针。后面第12圈和第13圈针数不变，各编织60个短针。第13圈结束，最后编织1圈逆短针。首先锁1针，将钩针穿过最后一个针目，将线带出，钩针再次绕线，一次性引拔钩出，完成一个逆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环形编织1圈即可。包身的上半部分完成之后，我们利用锁针钩织2条锁链作为抽绳，将它穿到2层长针之间的空隙处。包身的主体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包带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编织3个锁针，返回第1个锁针，挑外侧的1根线，钩织一个中长针，在第2个锁针上挑内侧的1根线，同样钩织一个中长针。然后在织物侧边找到并排的这3根线，钩织一个中长针。
同样在织物侧边找到并排的3根线，钩织一个中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挑侧边的3根线，循环编织中长针，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包带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我们将它固定到包身的两侧。现在这款小巧的方糖束口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